一查室友喜欢校草，准备去告白。我委婉表态，他是我男朋友，室友骗谁呢？他要是你男友，我当着全校的面吃土。当天，校草在学校贴吧官宣恋爱1周年，配图我和他牵手照片。校草高冷地对着室友指着花坛里的土，刚下过雨新鲜，吃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准备去和顾百言告白了，你们快祝我成功。室友林画画突然在寝室大声宣告，将我们几个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。我们寝室一共4个人，这会儿3个人都露出面面相觑的表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不太确定地问道：“你说的顾博言是指咱们同校的那个顾百言吗？”“对呀，就是校草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前2天我在食堂不小心撞到他，他就抱着我不肯撒手。之后我们俩打饭的时候又在附近，我就感觉他一直在看我，他绝对对我有意思。”林花花兴奋不已，喋喋不休地跟我们描述顾百言看他的眼神有多么的拉丝。我表情古怪，委婉道：“我觉得你想多了吧，沈棠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嫉妒我要跟校草在一起了？”林花花瞪了我一眼，对着我嘲讽的一笑：“沈棠，我知道你这种土妞这辈子都找不上顾百言这么优质的男朋友，但你也不能见不得别人，好吧？你要是真这么缺男人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。门口工地里有个小哥，我看长得还不错，你要是想要，我去帮你牵线啊。”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干脆直接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有男朋友，就是顾百言。”我话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林画画呆了1秒，接着毫不客气地笑了：“骗谁呢？他要是你男友，我当着全校人的面吃土。”当天晚上，我把林画画的话告诉了顾百言，顾百言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：“造谣！他这纯就是造谣！我什么时候抱着他不撒手了？”我当然是没相信林画画的话。林画画这人从入学开始就觉得全天下男人都喜欢他，而且我们同寝3年，他老是对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敌意。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里惹到的他，反正到现在我也懒得跟他做一些表面功夫了。顾博言跟我说那天确实有人撞了他，但他根本连看都没看那人一眼，还有什么后来打饭盯着他之类的，天地良心，我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我旁边啊！顾百言气的都快不行了，赌天发誓就差以死自证清白了。我又好笑又心疼地拉着他的手安抚他道：“好啦，别气了，我相信你。”顾百言委屈地抱着我亲亲。我好好的配合了他一会儿，他突然站起来愤愤道：“不行，我还是受不了，我现在就去官宣。”他说完就拿着手机坐到了一边开始编辑。我托着腮看着他骂骂咧咧的侧脸，忍不住笑了笑。我跟顾百言其实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。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正式的官宣过，但却并不是因为什么奇怪的原因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我们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特意去说什么。但我们两个平时也没有瞒着，虽然不是整天腻在一起，但在学校里一起吃饭之类的也经常做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人往那个方向去想。大概是顾百言看起来实在是太禁欲了吧。总之，顾博言要是想正经公开，我也没意见，就是估计有阵子我要成为学校里的名人了。顾博言很快发完了帖子，我顺手拿出手机来看了下。顾博言发的也挺简单，就是一张我俩牵手的照片，配上1周年快乐的文字。我眼睁睁看着这个帖子以秒为计数单位的往上疯涨着评论量，一时间也有些被镇住。那天晚上我没再看手机，跟顾博言待了一晚。第2天我们俩去学校，在门口就被人围起来了。林画画也在人群里，看着我的目光又震惊又怨恨。我本来没想搭理他，结果顾博言看见他后，直接拉着我就走到了他面前。林画画看着顾博言走过来，眼神还亮了一下。他刚张了下嘴，顾博言就打断他，伸手指了下林画画身后的花坛，表情冷冷道：“
刚下过雨新鲜，吃吧。林画画的脸红了又青，青了又白。周围众人压根儿不知道顾伯言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是在当众欺负他。好在三位室友够义气，声情并茂地还原了林画画放出的豪言。这位同学其实不用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毕竟大家都很忙。你不是说要吃土吗？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的天哪，校草看他一眼就是喜欢他，那我看他这么久，是不是该娶她了呀？见识过普信男，今天又见识了普信女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！笑死了，第一次见打脸打这么快的。翻车翻得有点猛啊！林画画浑身颤抖，气得当场飙泪。众人唏嘘不已，在一众视线里，他捂着脸跑了。顾伯言搂着我的肩朝教学楼走去。不生气了吧？他低声问。我笑了笑，本来也没有很生气。顾百言在我腰间轻轻捏了一下。我生气，我当然知道他生气。别人兴许不了解他，但我知道顾伯言生性高冷。别看他平时待人彬彬有礼，一旦有人触碰了他的底线，他可是会锱铢必报的主。他生林画画的气，并非是因为林画画碰瓷他，而是因为他冒犯了我。别看我们的恋情低调，但顾百言绝不允许别人欺辱我。想到这里，我踮起脚尖，在他嘴角迅速亲了一下。现在呢？顾百言身形一致，臂弯收紧，气息压低，声音低哑。不生气了，我瞬间乐了。那就好，上课去吧。顾百言漆黑的眸子幽怨地望着我，语气里带着些许委屈。就这，没了。他这样子，像极了糖没吃够意犹未尽的小朋友。我忍俊不禁，无奈道：大庭广众，你还要我怎样？顾百言眸色渐深，勾了勾唇角，一抹狡黠在眼底划过。当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升起时，已经晚了。他单手扣住了我的后脑勺，另一只手滑落在我腰间，低头吻了下来。如果说以往的吻是温柔似水，那么现在的这个吻就是霸道狂野。就像他这人，平时看起来稳重成熟，可一旦离谱起来，就会令人啧舌。就比如现在，在大家都赶去上课的路上，他抱着我深吻。不用抬头就知道有多少目光在看向我们，我羞得干脆趴在他怀里，磨牙道：顾伯言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他闻言笑起来，带着点得逞的愉悦语气道：被你看出来了，谁让你把我藏了那么久不肯公开？看吧，我就是这人记仇。因为当初我没有同意公开，这才有了林画画这次的事。我怀疑顾百言就是借着这件事的机会，故意高调公开。想明白了这些，我都无语了，踩了他一下脚背，气呼呼地问：顾百言，你幼不幼稚？他用指腹轻轻帮我擦拭刚才被他吻花了的口红，笑眯眯地表示：现在才发现我幼稚。想反悔，晚了，照他这么个擦法，我非迟到不可。我红着脸推开他，逃似的离开了。坐在教室里的凳子上，小心脏依旧砰砰跳个不停。虽说和顾伯言谈了1年多恋爱，但他时不时冒出来的撩拨仍旧让我招架不住。糖糖，你和顾百言是要把狗粮撒的酷死我们吗？啊！我慌张地抬起头，结果3个室友一起捂着嘴巴，小声提醒我戴上口罩吧，你嘴巴肿了。讲真，一整天下来，我的头都快垂到胸前了。原本沉寂如一潭死水的校园论坛，此时活跃得不像话。但因为顾伯言的官宣，瞬间令校园起死回生，有关我和他的帖子都成了精华帖。更有闲出屁来的大神把我俩接吻视频放在宣传学校的 vlog 视频里，无数评论看得我人都傻了。A 大是懂宣传的，看看，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生活吗？请问，考上 A 大是学校发对象吗？贵校的层次真是节节升呀！就离谱。放学回到宿舍，林画画看见我如同看见仇人一般，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，当着我的面把洗脸盆和牙刷牙膏摔得噼里啪啦，戏还挺多。
我假装没看到，视他如空气一般。林画画发现一向性格温吞善良的我竟然没向他道歉，气得当场发飙。沈棠，今天你就是故意让我出丑的吧？你这个人真是恶毒。说到最后，声音里都带着哭，但依旧一脸怨恨。我对他这倒打一耙的行径十分不耻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就多给他掰扯几句，也好让他知道到底是谁的错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，我只不过是兑现你昨天的承诺而已，这就算恶毒了。林画画被我噎得半天没说话，最后才悻悻地说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就让我这么难堪，不是恶毒是什么？我恶毒？林画画，你脑子被门夹过？自己做过什么事这么快就忘了？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吧。大一刚开学，你跟别人说我穿戴假名牌，我不予计较。碰巧我们买了同一个款式的裙子，你说我模仿你。期末我考了第1名，你说我作弊。我拿了奖学金，你造谣我贿赂。我一步一步逼近林画画，他始终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到底是谁恶毒？先前我觉得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撕破脸不太好看。殊不知有些人是给脸不要脸，我给他留面子，他以为我是软柿子。你胡说，我才没有。林画画底气不足，面对我的凝视，他突然哭起来，指着我叫屈。你们都欺负我！呜，你真是长见识了，没理了就开始撒泼。林画画越哭声音越大，宿舍门没关，还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。他见有人关注，瞬间就又底气十足，恨不得拿个大喇叭颠倒黑白。沈棠，你平时欺负我就算了，还故意让我当众出丑，你就是妒忌我给叶七笑了。我妒忌谁不好妒忌他？脑抽吗？我妒忌你考试作弊，妒忌你天天逃课，妒忌你每天吊着嗓子跟不同男生打电话。林画画被噎得都忘记哭了，骚眉搭眼了片刻，转而恼怒道，好啊，你竟然霸凌我，我要曝光你。行啊，你要曝光？用不用我帮你录着视频？林画画，大家都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你要作妖可以，但请你不要带上我。昨天我跟你讲得很清楚，顾博言是我的男朋友，你非要去表白，我也没拦着。现在出丑了，又来倒打一耙，戏精都的对你甘拜下风。其中一个室友立即对我竖起大拇指来。林画画是什么样的人，同住一个宿舍的室友们最清楚。他觉得自己是个小公主，我们都要让着他捧着他。可大家在自己家里时，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凭什么来到学校就要受他趾高气扬的颐指气使呢？忍了不是1天2天的室友们，眼见林画画扭曲事实，再也坐不住了，纷纷站出来为我说话。林画画，说不过就哭，咱能不能别在这儿装了吗？真是蝙蝠身上插羽毛，你算什么鸟啊？人家糖糖学习好，长得好看，还有校草男朋友，说他妒忌你，你在给我们开玩笑吗？可不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张口就来。对了，林画画，你上学期借我的500块钱，到底什么时间还给我？门外看吃瓜群众在看向林画画时，眼中多了几分鄙夷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！平时看着挺好的，感情还2面3刀。幸好没跟他一个宿舍，不然我早就删他了。林画画都快崩溃了，整个楼道里几乎都是他的嚎叫。别的系不知情的同学扒开人群，指着他的鼻子道：“大姐，你哭丧呢？大晚上还让不让人清静了？”林画画被骂得不敢吱声。看看，妥妥一个欺软怕硬。室友跟人道完歉后就关上了门。本以为这下林画画总该消停会儿了，结果又开始摔摔打打，闹得一屋子人不得安宁。我对床的大琳琳复习功课也不得安宁，无语的大声质问：“林画画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”林画画红肿着双眼，面上尽是怨恨和阴鸷。嫌吵啊，嫌吵你搬出去呀！有人欺负我，难道我还不能发泄了吗？
要是大玲玲挺文静的女孩，此刻也被他气得炸毛。我凭什么搬出去？大家住在同一个宿舍，除了你都挺好，要搬也是你搬。还有，人家沈棠根本没欺负你，是你上赶着非要抢人家男朋友，碰了一鼻子灰，现在又来怪别人。林画画，你要点脸吧？林画画彻底不淡定了，把所有矛头都对准我。沈棠就是会装好人是吗？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对我心服口服。我冷笑一声道，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对你心服口服的，也不是我夸大，是他压根没这个本事。即便你再喜欢顾百言，也改变不了我早就不是我男朋友的事实。说我耍手段，不如你洗干净眼睛去看论坛吧。林画画看完了论坛后，发现竟也无一人为他说话，嚣张的气焰顿时萎靡，阴沉的脸一言不发。如果他还有些羞耻心，从此以后就应该夹起尾巴做人。但林画画是何许人也，恨不得希望大家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他身上。这不，才消停没几天，又开始作妖。事情始源于周末我们逛街回来，佳琪说让我们都换上新衣服，一起拍照纪念一下。刚拍完照，就看到林画画推门而入。原本喜上眉梢的笑脸，在看见我的那一刻，顿时变了。哦，好巧不巧，我俩撞衫了。气氛有几分尴尬。其实我倒无所谓，撞衫在校园里很常见，但估计林画画不会这么想，这不他一开口就是打算呛死人。哼，还说没有妒忌我，跟我买一样的裙子，还不是学我，我还没开口，佳琪就憋不住了。是呀是呀，撞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林画画难以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尖反问，你说我丑？佳琪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不错，有长进，总算知道自己丑了。这句话像是戳到了他的肺管子，气得当场炸毛。林画画，你才丑，你全家都丑。佳琪，再丑也没你丑啊。我拉住佳琪，示意他别跟这种人计较。哪知隔天便传出我们在宿舍欺辱霸凌林画画，甚至还有多管闲事的特意跑到我们眼前充当和事佬。大家都是同一个宿舍，还在同一个班，这就是缘分啊。画画平时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们还是要多包容包容。听到这话我笑了，包容？你这么心疼他，不如把他调去你们宿舍，这样不就行了？和事佬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迟疑道，这不太好吧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没什么不好的，导员那里我可以去说，听说你们宿舍刚好有个空位，林画画去了，这不是正好吗？和事佬闻言再也笑不下去了。我就是。佳琪冷笑一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住海边呢，自己的事儿都忙不过来了，还有空关心别人，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和事佬涨红着脸，骚眉搭眼地离开了。课间去卫生间时，好巧不巧又碰上林画画。我想了想，叫住他，林画画，以后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当面说，别出去四处卖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哑巴呢。他一脸恼怒，你说的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没工夫跟他绕弯子，冷冷地看着他道，得了吧，都到这一步了，再装就没意思了。林画画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如果再出去说些有的没的污蔑我，我可不介意当众把你做的那些事抖落出来，到时候丢人的可是你。林画画的眼神躲闪一下，悻悻地说，你少吓唬人。是不是吓唬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不再理他，兀自离开。回到座位上，琳琳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。没事，碰到林画画了。琳琳呆了一下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问，你们打起来了？我无奈扬眉，我像是那么冲动的人吗？琳琳连忙摇摇头，你不是，但架不住林画画，他不是善茬啊。放心吧，我还不至于连一个林画画都搞不定。那就好，惹上他真是倒霉。我笑着安慰他，明明是他的错，我们不必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。一旁的佳琪也道，就是
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还怕他一个小人不成。林画画是老实了几天，但不出半月，高调的老毛病就又犯了。先是在朋友圈官宣恋情，而后又在宿舍向室友们炫耀自己的男朋友。但经过上次撕破脸后，我就屏蔽了他，再加上对他的事并不感兴趣，所以一无所知。还是在和室友一起吃饭时，佳琪告诉我，林画画搞了系花投票的活动，你知道吗？我摇摇头，最近我忙着期中考试的事情，没注意这些。他又折腾了。佳琪从大一开学来就看林画画不爽，忍了那么久，那晚看我把林画画对得一言不发，他直呼太爽了。何止他自封系花，但又好面子，这才虚张声势地搞个投票，显得名正言顺些。闻言，我扑哧一笑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恋啊。佳琪撇了撇嘴，他是在针对你，你没感觉出来吗？他针对我，我可以理解，但这个系花投票和针对我有什么联系？我实在没想明白。啊！佳琪看我一脸迷茫，只得朝我勾勾手指头，还示意大琳琳和文文一起凑过来听。糖糖啊，我不得不佩服你这心理素质，连顾百言都是你的裙下之臣了，可你还是这么努力。你知道大家背后都怎么夸你吗？我摸了摸鼻子，有些不确定。你确定不是骂我，而是夸我？他冲我翻了个白眼，凡尔赛的有点过分了呀。大家都说你和顾博言是郎才女貌，双枪联合。琳琳连忙点头，对，我也听说了。我去参加社团活动时，还有学弟学妹要找我要你的微信号呢。放心，我没给，我给了他一记飞吻，谢了。我们家顾博言别看外表斯斯文文，其实是个醋坛子。同班同学还好点，但凡我身边冒出个陌生男性，他的危机感就来了。别说他身边要是有那么一个学姐或者学妹，我也会吃味。所以我和他彼此约定过，为了让彼此安心，绝不会加无意义微信好友以及联系方式。对于这一点，我的室友都是知道的。文文干脆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，我指着那张照片无奈道，这不是我吗？还记得大一迎新晚会，我被选为新生代表上台演讲。现在论坛里都是关于你那天演讲的视频和照片，大家都觉得你太低调了，长得好看不说还是学霸，说你和顾博言天生就该在一起，还说林画画就是跳梁小丑。我挑了挑眉，所以林画画又看我眼红了。佳琪闻言道，你总算反应过来了，我听懂了。林画画不满大家拿他跟我做比较，尤其是还没比得过，所以这次由他发起系花投票是想证明自己比我强。我觉得他是想出名想疯了，他甚至都没意识到我根本不 care 这些。琳琳拍了拍我的肩说，你不 care， 但人家 care， 又有的闹了。佳琪紧接着道，他为了拿到榜首都，开始贿赂身边的同学给投票了，还真是脸都不要了。糖糖，你又出去啊？我点点头。百言约我去图书馆，不说了，他还在楼下等我呢。啊？文文一脸无奈。我说糖糖啊，你和顾博言都已经是年级第一了，就不要那么卷了，好歹给我们这些学渣留点活路啊。琳琳表示十分赞同，你这哪是给自己找了男朋友啊，分明是找了学习搭子。我乐呵呵地邀请说，要不一起？三人动作出奇的一致，连连摆手。不了，这福气还是留给你吧，无福消受。快走！我笑着摇摇头，打开门，就看到一脸铁青的林画画站在门外，捂着被吓了一大跳的心口。我没有说话，越过他朝楼下走去。顾博言看到我快步上前，关切地问，怎么了？脸色不大好。没事，可能下楼有些急了。我之所以没跟他说实话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再因为我和林画画之间的一些琐碎小事掺和进来。但我这么想，有些人却不这么想。和顾博言到图书馆坐下没多久，面前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我看着眼前的陌生的脸庞，死活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还认识了这号人。沈棠是吧？我有事找你。我愣了一下，
对面的顾百言用眼神询问我他是谁，我无奈地耸了耸肩头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？男生对我诧异的反应似乎很是不忿，你竟然忘了我，拜托，你很出名吗？我一定要认识你。我强压下心头的不耐烦，面带微笑地客气道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记得了，麻烦您提醒一下。男生冷冷地看着我说，我是林南，林南是谁？我看向顾博言，他走到我旁边，低声提醒了一句，好像听说过，貌似是文学院的，文学院的找我干嘛？顾博言开口道，这里是图书馆，不要打扰其他同学看书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出去说吧。林南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顾博言，神情怪异的点点头。我见林南看我的眼神有几分复杂，心中更加起疑，不由得小声问，他找我干嘛？顾博言握住我的手，安慰道，我陪着你。好。脑海中有关于林南的记忆是一片空白。我和顾博言走到图书馆外后，就看到他正站在花坛旁边，一双阴沉的眸子冷冷地注视着我们。突然，我似乎想起什么来，不由得用力抓住顾百言的手。是有林南这么一号人，在我大一下半学期时，突然找到我跟我表白，但那时我已经和顾百言在一起了，所以果断拒绝。即便是没有顾百言，我也会拒绝，他压根儿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或许他是被我拒绝后心生不满，要同我理论，那也不对呀，这时间恐怕隔得有点忒长了些吧。顾博言看出我的异样，低头询问，怎么了？我凑到他耳边道，回头告诉你，林南找我表白这事儿，我还没告诉过他。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说了说不定会让顾博言吃醋，所以过后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儿就被我甩到脑后了。来到林南面前站定，我淡淡的问，请问有什么事？林南看了看顾博言，迟疑几秒钟后开口，你们欺负我女朋友了。要是我脾气再好，此刻也很想问他一句，大哥，你女朋友是谁？我为什么欺负她？不，他的这句话本身就有歧义，一上来就兴师问罪。且不说我有没有欺负他女朋友，我沈棠从来不会主动欺负任何人，除非那个人触犯了我的底线，我才会反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凛然，麻烦你说清楚，你女朋友是谁？林画画。哦，原来是他呀。我冷笑一声，是他告诉我我欺负他了吗？林南理直气壮，难道不是？我说林画画这几天怎么不作妖了？原来是找了帮手。这样吧，中间隔着你这个传话筒，我们俩是说不清楚的。既然林画画才是当事人，那就把他叫过来，我们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，我怎么欺负他了？我到底为什么欺负他？顾百言刚想开口，就被我制止住了。我深知林画画是个颠倒黑白的主，眼前的林南也不知是个什么秉性。他要是被林画画蒙蔽了还好，万一是个和他臭味相同的人，传出去就是我们欺负他俩。不落好烦惹的一身腥，不值当。我掏出手机，冷声询问，用不用我给林画画打个电话？林南皱紧眉头，怒斥道，你们已经给画画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现在即便是把他叫来，他也会因为畏惧害怕你而不敢开口。我被这大哥的逻辑给整无语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替他解决，还是警告我不要再欺负他？林南愣了一下，很显然被我这么直白的言语惊到了。他很快恢复正常，看着我义正言辞道，沈棠，我知道之前我喜欢你过，也跟你表白过，但那都是过去式了。现在我喜欢的人是林画画，你不能因为我现在喜欢他就针对他。画画是个很好的很单纯的女孩子，希望你们对她多些耐心，不要，如果不是多年来的教养，我真想一巴掌呼她脸上。听听她说的是人话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先别说话了。林南是吧？第一，关于你喜欢我跟我表白这件事，你要不提我差点都忘了。第二，我和林画画之间的事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在你挑明和他之间的关系前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你女朋友，所以不存在因为你而针对她的问题。第三，我跟你声明一点，如果林画画安分守己，不要对我耍阴招，我连他这个人都不愿搭理。第四，最后这一点是对你林楠说的，请你管好你女朋友和自己的嘴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最好做到心中有数，否则我还真会如他所愿，欺负他也不一定。最后一句话，我是被气懵了。等冷静下来后，才发现林楠不知何时离开了。顾伯言把保温杯打开，递给我温言道：“渴了吧？”还真是，说得口干舌燥。喝了2口水才反应过来，我立即给他道歉：“对不起，百言，关于林楠的事，我不是有意瞒着你，我当时是觉得……”顾百言笑着点头，手揽住我的腰，道：“好了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真的，我十分清楚，刚刚林楠说喜欢我，也跟我表白这些话时，作为我的男朋友，顾伯言却一点也不知情，他心里肯定多少会不舒服。”他抬手轻轻捏了捏我的鼻尖，宠溺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喜欢你，也知道你喜欢我，所以我自然是相信你的。”他顿了顿又道：“我更相信你的眼光，根本不会喜欢林楠。”闻言，我忍俊不禁：“你到底是夸我还是夸自己呀？”顾百言勾起唇角，脸上露出浅浅迷人的笑容：“都有。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很赞同你的观点。”顾百言哄好了我，又把我送回宿舍门口。他揉揉我的头发，低沉略带磁性的声音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回去以后就洗漱休息，别再为不值得的人、不值得的事烦恼，知道吗？”尽管我很不想破坏这温馨的气氛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抬眸问他：“顾百言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过《甄嬛传》？”他迷茫了一下：“什么传？”“甄嬛传》就是一个大女主宫斗剧，里边的女主角说过的话和你刚刚说的几乎只字不差。”顾百言挑眉点头，一本正经道：“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。”我一个没忍住，笑出声来。同学，马上就要关宿舍门了，你们要是想打情骂俏，还是等明天吧。我立即被宿管阿姨打趣的话羞红了脸，跟顾伯言说了晚安。回到宿舍，林画画的床铺已经拉上了帘子。哟，他倒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我回来必定会找他问个明白，所以才早早睡下的吧。玲玲看出来了，小声问我：“怎么了？他回来有没有说什么？”我问。玲玲摇摇头，说起这个，我和佳琪还觉得疑惑呢。这几天她和她那个男朋友每天不是打电话腻歪到大半夜，可是今晚自从他回来就一言不发，也没再摔摔打打指桑骂槐。糖糖，她不会是跟男朋友闹掰了吧？我冷笑着说，要是闹掰倒也好了。佳琪愣了一下，你说这么大声，不怕他听到？我特意清了清嗓子，我还怕他听不到呢。佳琪冲我竖起大拇指：“堂姐，你是真刚，也难怪他会这么说。这要是放在平时，我会选择息事宁人，但今晚我实在太生气了。听不到也没关系，明天我会找他说。”我看着林画画拉上的帘子，一字一句地说。佳琪几人对视一眼，立即意识到不对劲，纷纷开口问我什么情况。我毫不客气地把林楠的话一字不落地向他们陈述了一遍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林画画气急败坏地跳出来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我还看得起他，但他没有，恰恰也说明今晚林楠来找我质问，就是受了他的挑唆，不敢当面找我，竟耍些颠倒黑白、挑唆别人替他出头的事，他心虚了。第二天，我起床时没看到林画画。佳琪撇了撇嘴，肯定是怕你找他呗，所以趁着我们都还没醒，就偷偷起床跑了。琳琳不解地道：“他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逃得过初一，逃得过15吗？”文文摇头道：“他那个脑回路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了的。再说了，自欺欺人的事情他做的还少吗？你忘了，他那个系花投票结果出来了。”第1名就是他，我总感觉按照林画画的个性，结果出来了，他应该敲锣打鼓地告诉身边所有人才是。
难道就因为挑唆林楠找我，就真的当了缩头乌龟吗？顾伯言看我连吃早饭都心不在焉，无奈地给我擦了擦嘴角。想什么呢？饭都吃到脸上了，我下意识开口。林画画还有她男朋友林楠。顾百言手上动作一顿，抬眸看我，沉声问：他们又找你了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说不上来，莫名其妙的。更何况我又眼皮从起床开始就狂跳。听了我的理由，顾百言哭笑不得。这是什么逻辑？别去想他们了，难不成他们两个还能给我们挖个陷阱？我看不见的，这个林画画看起来张牙舞爪，其实就是纸老虎。至于林楠，我托人打听了一下，同学们对他褒贬不一，但接触过他的那些人都说他表里不一。糖糖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下次林楠再来，就让我站在你前面。我是你男朋友，保护你是应该的。心间一股暖流涌出，我握住他的手，轻声道：好。临近期末，我全心全意的复习。大三即将结束，对于大四的实习才是重中之重。考试周，我和室友已经顾不得关注林画画在干什么。紧张的考试过后就是放假，我和顾百言又腻歪2天才各自回家。1周后，导员给我打电话，说我这次成绩依然优异，因此他向学校申请推荐我进入知名企业实习。我很是感激，第一时间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顾百言。他笑道：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急忙开口：先别说，让我猜一猜，不会是跟我一样作为优秀学生被推荐实习了吧？你知道了？还真是，一整个暑假我都很高兴。大四开学，在学年总结大会上，我坐在台下看台上的顾伯言正在演讲发言。突然，一行警察推门而入，他们身穿制服，神情肃然，冷声问道：请问谁是顾伯言？沈棠。众人面面相觑。站在台上的顾伯言道：我就是顾百言。我是沈棠。你好，我们接到举报顾伯言和沈棠学术作假以及贿赂导员等，麻烦2位配个跟我们一起回去做个调查。我和顾伯言对视一眼，均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坦荡无畏。好，辅导员也跟我们一起去录口供。在录完口供后，我问警察叔叔，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吗？不好意思，当事人要求保密。没关系，我明白，其实即便警察不说，我也能猜到举报我们的人是谁了。我和顾伯言既不存在论文作假，也不存在贿赂学院领导，所以事情调查清楚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导员一回到学校，就向上级汇报此事。很快，林画画和林楠被校领导叫去谈话，果然是他们举报的。校领导十分生气，对2人做出了通报批评。辅导员问我和顾伯言，如果他们2个给你们道歉，你们会不会接受？我想了想答道，如果是真心道歉，我可以接受。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和百言制造麻烦，是应该接受教训的。辅导员点点头，有关这些，我已经询问了你们周围的同学，林画画和林楠做的的确不多。不瞒你们说，无论是系里还是院里的领导都建议开除他们2个，但又考虑到这么做会影响他们2个以后人生的发展，最后几经商讨才决定让他们公开向你们道歉。不光是学校领导和老师，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，当事情查清楚后，同学之间谣言四起，大家都很担心和林画画、林楠做同学还会被背后捅刀子，因此纷纷跟校长及校董反映，不要继续让他们2个留在班里。现在的林画画和林楠整天躲在宿舍里，连门都不敢出。他们能举报我和顾伯言，自然也有看不惯的同学举报他们。林画画曾经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是富二代，父亲是校董，最后被爆出来，她其实是校董家里司机的女儿，和富二代这3个字根本不沾边。还有林楠被举报考试作弊、找枪手写论文等等。最终
他们两个在学校彻底待不下去了。林画画搬离宿舍那天，他把我堵到门口，厉声询问：“沈棠，你厉害，把我害成这副模样，满意了吧？还是一如既往的倒打一耙？”我冷漠地看着他：“林画画，看来你还是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你吹牛、挑拨是非、颠倒黑白，还造谣污蔑，试问这哪样是我逼着你做了？你落到这个地步，纯属自己做的。可别再把脏水泼到我身上了，否则我会告你恶意诽谤。我再没有看他一眼，快速下楼。顾伯言和室友们还在楼下等我，因为我们还要去聚餐庆祝。林画画和林楠经校方决定保留学籍，暂予回家反省。我和顾百言顺利实习毕业。